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ESP 路亚。我们在用软耳做调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令人困扰的事情，就是这个软耳特别容易的撕裂甚至断裂。没钓几条鱼就得换耳。这里不点名批评一下某 Y 牌的软耳就是那个大家熟悉的 Y 牌，尤其是它的 Senko 简直就是一条鱼一个饵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材料它能够又耐撕扯又耐断裂呢？这种材料就是硅胶。我们这里用到的是食品级液体硅胶，它分为 A 胶和 B 胶。A 胶、B 胶充分混合之后等待一段时间，它就会凝固为有弹性的软胶，所以它非常适合制作软耳，并且它的柔软度也可以调节。我买的这个是0度的硅胶，它有很多软硬之分，0度、5度、15度，0度是比较适合用于软耳的。我个人为了达到一定的柔软度，会调配一个0度，还有一个0度以下的比例，大概是3:1的这样一个比例。那么除此以外呢，硅胶还有凝固时间的区别。凝固时间的长短呢，会影响制作软耳的操作时间，还有凝固时间。由于我比较着急我直接就买了特快的凝固时间。现在夏天的温度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全凝固，非常的快捷。OK， 那么材料有了，接下来就是制作软耳的模具。制作这个模具呢，又需要 3D 打印机。3D 打印机之前呢，又需要设计模具的模型。听起来很复杂是吧？好吧，如果实在不想自己设计，有很多 3D 打印网站提供现成的模具模型下载。比如拓竹的 MakerWorld，可以直接下载别人的模具来。如果 3D 打印机也嫌麻烦，那也可以到各种平台上找那种提供 3D 打印服务的商家。可以说不需要怎么投入就能够制作软耳。OK， 首先来说说设计模具模型吧。我建议直接用Shape 3D、Shape 3D 或者 Fusion 360之类的行业软件，简单易用，好上手。不信你看看我的过程，非常快的就设计好一个模具的模型。不过其实我用 Shape 3D 也练习了好久，才知道各种建模的小技巧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研究一下，或者以后有机会再考虑要不要做一个小纪录片来说明一下。这次就先略过。大致的流程就是先定好软耳的尺寸。这一次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快速启动风骚自 T 尾的耳。T 尾作为一个常用的耳，大家一定不陌生了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怎样才能够设计出让尾巴能够在低速游动的时候轻松的摇摆起来？导出模型之后呢，发送到 3D 打印机，开始打印吧。其实一直盯着 3D 打印机干活也挺解压的，不过时间太久了，我们加速略过吧。OK， 模具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制作吧。我设计的软耳大概是5克左右，所以硅胶、A 胶和 B 胶加起来要大于5克，每一支建议总量多给15%左右，避免不够的情况出现。发现不够的时候再重新来调呢，就来不及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往容器里倒入。我这里是4个吧，一个5克，那就是20克，总量20克。称重的时候要稍微倒得慢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准确。小数点多一点少一点，其实问题不太大。
头上。倒完 A 胶，我们就开始调色吧。夏天我比较喜欢这种半透明的闪粉色，所以我们直接加入细的闪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里因为不多，所以大概加半勺吧，再来一点点。OK。如果喜欢不透明的颜色，可以用油性的颜料、水性的颜料或者是闪粉，多少都会有点半透明的感觉。搅拌均匀 ，OK。好，调完色，咱们去皮，再倒入11.5的碧胶。多了一点点蛋白，没关系，11.7左右。然后趁热拿走，快速搅拌均匀。那我们就赶紧把硅胶倒入模具吧。你倒的时候注意不要弄得到处都是，不然等一下取出来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。慢慢倒，不要急。浇筑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解压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同好特别喜欢这种浇筑的过程。OK， 大概可以了。那我们拿根针把那个细小的地方戳一戳，让空气出来。然后我们就等待凝固吧。OK， 时间到，已经凝固了。在取出来之前，我会先用这个刻刀，沿着软耳的边缘先划一划，然后会更好的取出来。清理完这个边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。这里要慢点拉，不要把它拉断，虽然也不会拉断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软耳头部非常的饱满，主要是为了比重更高，抛头的时候可以抛得更远。尾巴的连接处也是比较细长的，踢尾的部分很大，对快速启动泳姿是很有帮助的。同时呢，这个软耳摇摆扰流的效果也非常好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自己做的软耳去实际测试一下。今天咱们就来试试自己做的耳，非常灵动啊。
松小板，非常漂亮的野路子。very cool， 松小板。OK， 走吧。其实钓了多少条鱼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享受了这个过程，并且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快乐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分享，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。下次见。轻松抛投。哎呀，炸线那点赢了。